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年初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把这颗兰花给我。据说啊，这颗兰花从买回家之后呢，他就一直都没有给它浇水，就一直让它开花，开到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样子，他就把它带到办公室给我。好，那这个地方呢是已经到我家里的地方哦，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兰花的一个状况，当时的状况。基本上来说，这颗兰花它因为没有被浇水，所以它的根系我相信应该不至于说是有太多状况。但是呢，这边你看到它的那个花都已经开完之后啊，还不是凋谢，是因为缺水而全部都干掉，只剩下最后面尾巴的这两个花梗的最后一朵花哦，还好像含苞待放。叶子的部分呢，看起来也还算 OK 哦，只是整株花看起来就感觉真的很像干燥花一样，没有什么水分。那这个呢是套袋取掉之后，取下来之后的一个兰花的状况。它最下面的一片叶子开始发黄，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啊属于正常哦，因为它从最下面开始黄，然后呢又是一次只有一片这样的感觉，所以是正常现象。因为兰花本身它比较老的叶子就是会自然淘汰的，这个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啊叶子是一次黄个2片3片啊，而且是中间或上面黄掉的话，就比较有问题。那一样哦，一般来说兰花买回家它大部分都是种在水草里面哦。那水草我们这样转一圈来看，它的这根系基本上还可以，有1-2条根很明显是已经死亡了，它不算是烂，但是应该就是死掉了哦。可能是因为没有浇水，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根系的自然淘汰。你可以看到它兰花的根系呢，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是处于银白色的状态。那等一下呢，我也会给你看一个兰花浇水的片段，你就会看到它根系上面会有比较明显不同的颜色差异。当然啦，在对兰花进行处理之前啊，其实干掉的花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用了，所以我就呢把它都取下来。这种兰花它的颜色原先的颜色应该是白色的底，然后它的唇应该是属于桃红色的那一种，是一款啊在台湾蛮常看到的兰花品种。我个人觉得这种兰花其实看起来蛮讨喜的哦。这边还有一朵，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颜色基本上是白色的哦。那我在我在影片当中啊，我刚刚对这个花梗做的动作，其实要你知道说，这颗兰花因为很久都没有被浇水，所以它连它的花梗最尾端的部分啊，垂下来的部分都相当的软哦。然后我手指插进去这个它的这盆内啊戒指里面的时候啊，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一点水分水汽的感觉。然后整个兰花啊拿起来的时候啊是非常的轻的哦。除了兰花自己本身的重量之外啊，那个戒指里面啊如果有一些水的话，你会知道它是有一些重量，但那拿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轻。所以这颗兰花啊，我相信我同事说的话，就是自从买回家之后，它就从来没有被浇水过。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朵兰花它的一个颜色，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兰花会不会就是在明年就会给我们开花，所以呢我还特别照了这个片段来跟你们分享，也顺便提醒一下我自己说，这颗兰花它将来开花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颜色，白色然后红唇，个人觉得相当的讨喜。
那这边呢，这个是经过了几天之后啊，这片黄色的叶子它自然的松落了哦，所以我就是把它直接就取下来。我一般来说，叶子就算有黄啊，除非说它是可能病虫害等等的哦，我会用剪刀修剪掉之外，我一般来说我是会让它自己黄掉了之后，我才取出才移除的哦。好，那这边呢，我图片的动作其实就是要为这颗兰花来做一个浇水的动作。那因为它从来都没有被浇过水很久了，2个月。那因为呢它又是水苔，所以我现在第一个目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这颗兰花能够赶快的吸收一些水分，所以我就用泡的。一般来说，像我这样子完全是只有水苔、纯水苔介质的这种蝴蝶兰啊，我一般不用泡的，因为泡的其实水分吸收的过多啊，很容易会烂根。所以呢，这边我其实知道说我会把它换盆，我会把它取出来，把这个水苔全部移除所以我这边这样泡的原因只是说希望赶快先让这个兰花马上吸收一些水分，然后再来做一些接下来对这颗兰花应该要做的一些相关的拯救处理。这边呢，泡好的兰花，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根系呢，健康的根系还活着的根系呢，它就马上呈现了绿色。那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有1-2条根系很明显是已经干瘪呈现的颜色不是绿色，所以是白色、灰色，这种就是已经死亡的根系。所以呢，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其实在换盆之前呢，最好就是先把它泡湿、弄湿，因为这样一方面呢，你可以比较容易清楚的判断哪一条根系还是活着的，该留下。然后另外呢，就是让介质能够比较容易的清除，因为它如果干干的，有时候粘在根系上面比较不容易清掉，所以湿湿的来说，以水苔来说是比较容易清除的一个状态。接下来你这些照片是让你看一下，就是说它这颗兰花在我家的一个经过它拿回家之后呢，它的这个花梗上面的这2朵花，我原本以为它还有可能因为就是说我给它一些水分，它就有可能会再继续开，但最后面其实是没有它的这个花梗呢就开始呈现枯黄，然后慢慢的干掉，所以你看这2个花苞，也就是直接就在那样的情况直接就干掉了那这种情况呢，花苞跟花梗这样干掉，然后变黄，你其实就可以很安心的把它剪掉。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就是冬末了，快要春天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片叶子枯黄的速度很快，所以一拿掉之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到尾端的部分它有一些黑黑的东西？这个东西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及时掌握好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英文的 stem rot， 其实就是它整个兰花它那个茎干的部分会溃烂掉。你看到这边它其实那个中间黑黑的部分全部都是溃烂所以呢，我马上就用了一个小汤匙的东西，小器具，赶快把那些黑色的东西挖起来，然后喷上 3% 的双氧水让它冒泡，然后呢，接下来的我记得是2-3天的时间，我完全就没有让它入水，完全就是让它这样子自然干因为刮到已经没有办法再刮了然后呢，就是喷上双氧水之后就让它干燥，然后2-3天过后呢，我再重新再加水，然后再喷湿根系，然后再重新恢复到我对它一般的养护。还好我发现的及时，所以对这颗兰花来说呢，当时就有立刻得到拯救，而且没有再继续往下就是情况没有再继续恶化。那中间的部分呢，在春天的时候呢，它中间就开始又在长新的叶子所以是还不错的一个反应。那因为这颗兰花它是一个偏中大型的兰花，叶子其实它左右你看到跟背景后面的兰花相比，它其实是蛮大型的那过程之中好像它总共掉了3片叶子吧。但是呢，在春天的时候我就是把它改成水培
那你看到就是这个影片当时的这个片段呢，它其实在根系上面都有开始在长一些新的根系，你会看得到它的一些根尖的部分啊，是处于一个颜色比较淡的部分，你就知道说它现在这个时候啊正在长正在积极的生长。那当时呢，我决定水培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它的根系乍看很多，但有很多条根系，其实如果我一直都是给它长期水培的话，那些根系我想应该会再见，应该是会死掉的。但是我基本上我是有点像半水根，我泡个1-2天、2-3天，我就让它干个2-3天，而不是说可能一次就是一整个星期泡在水里面。因为毕竟这颗兰花它那时候掉了2-3片叶子之后啊，我发现它的这个生长速度没有很快，那再加上呢，现在春天它才开始在长根哦，我觉得放到介质里面去养这颗兰花，可能它的这个就是反弹的能力没有那么好，所以想说用水培的方式呢，再帮助它多长一些比较强壮粗的根系之后呢，我再决定我是不是要对它进行做介质的半水根啊，或是就是传统有介质方式的种植。这个呢，就是现在今年8月底的时候照的相片它呢，其实在过程中长了2片，就是春天以来长了2片叶子，那最中间这片是新的叶子。那我呢一样它现在根系啊死亡的我都剪掉了，现在留下来的根系就是相当的健康的根系，虽然不多我还是希望能够再利用生长激素再让它多开一些根，但是它现在还是头重脚轻所以我呢下面用的盆子啊，我就没有用塑胶外杯，而且用的是这个瓷的容器然后我加水的时候，一般就是用另外一个杯子盛装，然后把它倒进去，然后这样子让它待个1-2天之后呢，我再把它倒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它现在兰花目前根系的一个状况，根尖的部分呢还是有在长但是呢，我是希望它多再长2条到3条根系，从就是兰花茎干的部分长出来的根系之后，我才会决定说看情况是不是要再把它种回介质里面，还是就继续做水培兰花的这样的一个种植方式。总之我个人是觉得这颗兰花目前来讲健康上面应该是不成问题，但是还可以再更健康一些，再更强壮一些。所以呢，就看看今年夏天趁天气还热的时候呢，我会尽量多给它一些湿度跟养分，希望它能够再多长一些叶子，多长一些根，这样明年呢，我们就比较有可能再看到它重新开花。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